您就放心吧，我们在这里发誓，如果说出去，就让我们丧良心，天打五雷劈。您是王叔吧？妹子，我是弱水村的王有才，这是我儿子王大柱。船已经开动，林小鱼和这些人说了一会儿话，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，就站在船头看起了风景。相公，你看那。吕成行看到小黑点后，眉头立即拧了起来。有人跟着我们。更可气的是，这小黑点距离他们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到了最后，竟然能清晰地看到船上的人。我说你们他妈真不要脸呐！人家小鱼妹子上次找了个馒头岛，你们就和小鱼妹子抢生蚝了，这次又派人偷偷跟踪我们了。有你这么当村长的吗？就你还配当村长呢？真他妈无耻呀！你敢跟着小鱼妹子的话，老娘一鞋底呼不死你丫的！哎，小叔娘，真犯不着的，一会儿还要去挖生蚝呢，岛上潮湿，碎壳多，你不穿鞋子的话，到时候划伤了脚，得不偿失呢。怎么办啊？小鱼姐，他们就是不走啊！现在若叶村村民就是吃准了林小鱼今天要去挖生蚝，死活跟着，像是苍蝇一样，甩都甩不脱。走，我们不挖了，回去。小鱼妹子，停船。在众人都无计可施，准备返回的时候，吕成行忽然叫停了渔船。若叶村的渔船趁机赶了上来，两艘渔船剧烈地碰撞在了一起。别怕，有我。我说林小鱼，你好歹是我们若叶村出来的人，有钱大家一块儿赚，这个道理你不懂啊？你这个小贱人，真是忘本啊！忘恩负义的玩意儿，也不想想当初我们是怎么帮你的。现在有钱赚了就自己藏着，真不是个东西。那你他娘的怎么有脸说呀？看老娘今天不撕了你这张嘴呢！开船。林小鱼毫不犹豫地吩咐船员立刻开船。这不，他们的船没有开多远，林小鱼就从船上看到自家相公把那些人打得落花流水，简直没有还手之力。好家伙，别看你家男人细皮嫩肉的像个读书人，关键时候他真上啊！哼，姐夫就该给他们一点教训尝尝，不然还以为小玉姐你是好欺负的呢。村长这也太过分了，上次馒头岛的事情已经占了个大便宜，这次还死皮赖脸的跟着我们，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呢？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，以后你们跟我出去长长见识，说不定啊，还会见到比村长更无耻的人呢。啊，居然还有比村长和若叶村的村民更无耻的人啊！小姑娘家家的没见识，就该让你小鱼姐啊带你出去多看看，省得以后被人拐跑了。这说起来，小林年纪也不小了，有没有喜欢的人呢？没有，小叔娘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？我们这不是要去挖生蚝的吗？嘿，还不好意思了。好你个吕成行，你们两口子都是从我们若叶村出来的，现在让乡亲们赚点钱，怎么了？还藏着掖着的，见不得人呐！吕成行可不吃他这一套，脸色冷下来，气势凛然。村长，不是算了吧？到底是我们不在理啊！回去吧，我娃还等我呢。没出息的东西！吕成行，今天你不让我们跟着，这事儿可不能善了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让我们跟着一块儿发财，否则你就别想下这个船。打赢我，就让你们跟。什么？说话算数啊，吕老三！一时间，双方激烈的厮打在了一起。若叶村的村民一个拳头挥了过去，还是专门朝着脸打，简直过分！只见吕成行咔嚓一声，把那个率先攻击的船员手肘折断。好家伙，原来吕成行是真人不露相啊！有这等能耐，亏他们刚才还替人家担心呢。刚才若叶村想扑上来的几个小伙子瞬间停住了脚步，一个个的向后退，都不敢上去。大家一起上，打赢了生蚝我们家一桶不要，全分给你们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人多力量大，结果自然是都被吕成行打趴下了。好，船上横七竖八的倒着无数个村民，吕成行拿起榔头，一锤把船凿了个大洞，冰凉的海水渗漏了上来。你们不能上来。
吕成行，是我们错了，大船都漏了呀，你得让我们上去啊，不然我们就淹死了。对啊，你也不想背上杀人的罪名吧？他们只好作罢，一个个的跳下船去，游往最近的海岛。过了一会儿，一艘大船从远方驶来，把吕成行和几个壮汉又接了过去。小玉妹子，你是不知道啊，你男人可能了。那家伙一抬腿一举手，那些村民全都飞出去了，鼻青脸肿的，连他的身都进不了。对，我们还把他们的船给凿漏了。这样的话，他们会不会有事啊？别担心，边上100米就是个荒岛，他们水性不错，顶多游过去冻上一冻，死不了的。林小鱼越听越觉得自己男人厉害，五官轮廓硬挺，简直帅死个人。相公，你真厉害！个脸通红的小媳妇儿。到了岛上之后，林小鱼又和新来的弱水村的精壮汉子们说了要注意的事项。生蚝要整个的，对，壳子不要敲碎，整个给拿下来。还是小鱼妹子你的法子好，之前我们都把牡蛎肉给割下来，那样吃着有啥意思？海风呼呼地刮着，一点也不冷，岛上凉爽得很。眼见着日头慢慢的暖和起来，林小鱼抹了一把头上的汗，大声招呼：晌午了，大家都歇歇吧，别干了，吃饭吃饭。哎，我闻着味儿了，是粽子。哎，就听说小鱼妹子你这伙食好，现在我们总算见识到了，这糯米粽子可是过年才吃的好东西啊。小鱼姐姐，我可以拿一个给我娘吃吗？小鱼姐姐，我的这份我不吃，我留给我娘吃。真是好孩子呀。几乎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小虎3岁便死了爹，现在娘又多病，这孩子命苦。小虎，吃吧，不吃饱了，下午怎么有劲儿干活呢？没事的。谢谢姐姐，但是我不能多要，我要是多拿，别人没吃的了。乖，听话，拿着吃吧。姐姐这里的粽子啊，管够。小鱼妹子，我们之前也跟别人出去干过活，那中午的伙食顶多就是窝窝头、玉米面，连白面馒头都没有，更别说这香喷喷的糯米粽了，想都不敢想啊！哎，就是啊，上次我去跟一艘船去捕鱼去，那中午连饭都没给我们吃啊，这找谁说理去？你说，小鱼妹子，下次要还挖生蚝，再喊我们哈，保证给你挖的又快又好。小鱼妹子，你也别紧着他们吃，年轻力壮的，再吃也吃不饱，给自己省点粮食吧，别愣实在。小树娘，大家伙是来给我干活的，是相信我的人品，奔着我来的，怎么能不让他们吃饱呢？小树娘还想说什么，手里就被塞了一个软软糯糯的大粽子。吃饱了粽子之后，叮叮当当的响声又成了一片。等太阳由焦黄的大饼变成红色大饼的时候，林小鱼才和众人一起返航。无意间，林小鱼瞥到了一个人，黄皮子，正是刚才和吕成行一起去阻拦村长的男人。是伤到了？黄皮子听到林小鱼的问话之后，遮掩的把手背到身后。小鱼妹子，我没受伤，真的没伤着。这5文钱给你，明天休息休息，去看看手吧。小鱼妹子，我真没事儿，今天晚上这事儿我包扎包扎，明天我还能来干活。你也知道我家里穷，孩子要上私塾，老娘要吃精米，不能耽误赚钱呐。这点你不用担心，明天你可以让家里的随便一个人来顶替一天，工钱我照样给。小鱼妹子，你真是个好人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好了。不知道怎么感谢我，那以后啊，就多替我挖几桶生蚝呗。黄皮子点头如捣蒜，一定的，一定多挖生蚝。天色也不早了，海上的风吹干净了人身上的汗，越发觉得冷起来。萧全扬帆起航，船上精壮的汉子们满载而归，心里别提多美。救命！救命啊！快点拉我们回去，我们要冻死了！林小鱼不把我们拉回去，我们就去官府告你男人吕成行草菅人命。林小鱼顺着声音看了过去，原来他们的渔船已经行驶到了村长和若叶村船员所在的海岛上。不用管他们，快开！林小鱼并不想管这些人，他们是活该，自作自受。这个小贱人，早晚有一天收拾了他。他老子的，把我们扔到这儿就不管了，这是要害死我们呢。村长，我不管啊，
我们都是你召集起来的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哎呦，冻死我了！我们大家跟你上来挖生蚝，生蚝没见着一个，光在这儿挨冻受饿了，午饭还没吃呢。村长一言不发，只是恶狠狠地瞪着渔船驶去的方向。前方就是码头，结果毫不意外地看到了令他们厌恶的人——村长的媳妇儿。小鱼妹子，她如果找茬的话，你看我不骂死她呢。不过她依旧抬着头，伸着脖子往海上看，左瞧右瞧，像个鸭子。等了一会儿，见村长还没有回来，皇氏就气不打一处来：“我相公呢？我相公呢？那个小贱人都回来了，怎么不见我相公？好狗不挡道。嘿，你个小贱人，骂人是怎么着？你相公的船呢？我告诉你，已经沉了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哎呦，那个惨的哦，船都让水给泡了呢。他和若叶村的那几个村民哭爹喊娘的，生蚝没捞着，反倒丢了命，真是可怜呐。我男人的船沉没了，你凭什么没出事？为什么每次出去挖生蚝都是别人的船出事，就你没事？我看你就是个妖女，大家都过来看看，林小鱼是个妖女，就是她做法害死了你们的村长，这件事我们绝对不能饶了她。我们要为村长报仇。你这个妇人不要狗血喷人，你相公卑鄙的想跟我们的船去挖生蚝，遭报应了，还怪得着我们？要我说呀，你活该，恶人自有天收。皇氏边哭边在边上打滚，脏死了，离我远点儿！大家伙快来看看啊！这个妖女做法害死了我的男人，他们弱水村的村民还倒打一耙，真是欺负我们若叶村没人啊！至于村长嘛，哼，管他去死啊！谁敢伤害林小鱼，就是和我们弱水村过不去。今天我就把话放这儿，小鱼妹子现在是我们弱水村的人，和你们若叶村没有一点关系。别他娘的乱攀扯乱咬人！你们扪心自问，小鱼妹子有哪点亏待过你们？可你们干了什么？若叶村的村民们沉默了，他们纷纷低下了头，没有人敢直视林小鱼。我娘说了，人要知恩图报，不能忘恩负义。小鱼姐姐对我很好，还给了我几个香喷喷的大粽子，让我吃饱饭，还让我带回家给我娘吃。以后谁敢欺负小鱼姐姐，我小虎第一个不答应。这更让那些人羞愧地抬不起头来。林小鱼不想和这些人在这里浪费时间，让人把生蚝搬上马车之后就回家了。小李和秋秋还在等着自己呢，天擦黑了，不能让两个孩子等急了。娘，你今天没有去接我，我也有好好的听话，没有被小龙气的。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哦。听见哥哥的话之后，秋秋的眼睛瞬间蓄满了泪水，软糯糯的包子脸皱了起来。以后娘和爹肯定多抽出时间陪你们。好。两个孩子嫩生生的童音同时出生，瞬间就让林小鱼的心更加软化。小嫂子，给我10串猪肉，我要3个烤生蚝。等一会儿哈。小鱼姐，擦擦汗吧，要不你歇一会儿我来。忙活了半天，周氏忽然出现在这里。他见到林小鱼，眼睛红的都滴了血。老三家的，我在刚才就看见了，这生意挺好啊。看到周氏的瞬间，林小鱼的眉头就深深皱了起来。妹子啊，嫂子跟你说个事儿呗，你把你这生蚝给嫂子批发几桶。你也知道嫂子在家里不好做啊，也不挣分钱，婆婆又是那个样子，她总刁难我。说着，周氏便哭哭啼啼起来。妹子，嫂子知道你善良，肯定会答应的，毕竟都是做人家媳妇儿的，哪能不明白嫂子的难处呢？林小鱼嘲讽地看了周氏一眼。大嫂还真是健忘啊，您当初推我家秋秋拿红烧肉馋我的样子，你忘了？收拾收拾，我们回去了。好的，小鱼姐。田小黎根本就不理会周氏，这个女人讨厌得很，可别沾上他们。小鱼啊，你怎么就不能够体谅大嫂呢？只要你肯批发给我生蚝，大嫂保证绝对不在刘克楼这里卖，大嫂不抢你生意。妹子，你怎么还记仇呢？是嫂子不对，嫂子给你赔不是了。一时间，两人的吵吵嚷嚷，周氏的哭泣声引来了围观的众人。
周氏见状，眼珠子往心里一转，立刻扑通一声跪下嚎啕大哭。妹子，当初是嫂子的不对呀，嫂子给你道歉呢，妹子，嫂子在这里给你赔不是了。嫂子这也是没有办法才来求你的，日子过不下去了。婆婆年纪大了，又要生娃，我家娃也在家里饿得哭啊。妹子，嫂子求你就卖给我几桶生蚝吧，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，都是妯娌，你就可怜可怜嫂子吧。小嫂子，你也是个善良的人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不就是几桶生蚝吗？就卖给你嫂子吧，反正隔天你们不是还要去挖吗？就是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一家人哪里有过不去的？哎，大嫂，您起来吧，小嫂子人这么善良，肯定会卖给您的。大嫂，您快起来吧，小嫂子不卖给你生蚝，我们都不能答应呢。哎呦，还是好心人多。妹子，你这里的客人是真善良啊，嫂子算是没来错地方。哎呀，嫂子这就自己拿了啊，到时候让你大哥给你钱。来这儿给自己道德绑架的，真是不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在没有触及到自己利益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别人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你拿走了生蚝，到时候我也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吕老太，她的脾气秉性，我保证你1分钱都留不住呢。身子骤然僵住，这就不由妹子你操心了。小玉姐，不能让她走啊！让她走。今天若是不让周氏提走生蚝，自己就坐实了旁人的口舌。如果单单是自己还好，但是这门前是留客楼，不能坏了名声，也没有继续追上去，只是在原地气鼓鼓地瞪着周氏，太欺负人了。楼里的伙计们早就发现了，想去找林大厨，林大厨没找着，就遇到了大海他娘。什么？小鱼这孩子被人欺负了？对，就在我们留客楼门前。那人说是小鱼妹子的嫂子，我看都给小鱼妹子跪下了，非得逼着小鱼妹子把生蚝给她。伙计也是一脸怒容，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这怎么行？还反了他了，敢到留客门楼前欺负小鱼！你个小娼妇，我家大海在的时候就勾引他，欺负我家儿媳妇，现在又来找小鱼的麻烦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一个千人欺万人家的小娼妇，欺负小鱼你也配？你这个死老太婆，你怎么血口喷人呢？谁勾引你儿子呀？老娘连你儿子是谁都不知道，还勾引，有病吧你这老太婆！你个土埋半截的死老太婆，你要是再乱说，我饶不了你！周氏躲闪不及，一扫被打中了后腰，疼得他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哎呦，打死人了呀！快来看看呐！滚吧你个小娼妇，装你妈呢！大庭广众的抢人家的东西，你还有理了？我呸！林小鱼在后面看得真切，大海他娘的扫帚根本就没打实在，只是蹭了一下周氏的腰就过去了。小鱼妹子，你不给嫂子生蚝也就算了，你怎么还叫人打嫂子呢？和小鱼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活这么大年纪了，还是头一次见你这么不要脸的小抢妇，偷人家汉子不说，还抢人家东西，该打！躺在地上的周氏被扫帚打得鼻青脸肿，最后只能起来灰溜溜地逃了。还算他跑得快，不然老娘要打死他！婆婆，谢谢了。今天幸亏有婆婆你啊，不然我那2大桶生蚝就被周氏给抢走了。小鱼妹子别道谢，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，这是应该的。婆婆，你刚才好厉害啊！那个周氏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。那是，以前我在村里打下撒泼就没输过。不过我家大海走了以后，我们娘几个也没个靠山，比人家矮一等，我也就不想惹事了。说着说着，大海他娘的眼泪又吧嗒吧嗒的落了下来。嗨，你瞧我这把老骨头，净提着伤心事。提到自己的儿子大海，大海他娘刚才那股子冲劲儿立刻就消失了个干净，他腰杆也萎靡了下。小鱼妹子别怕，有啥麻烦找我。婆婆虽然老了，一把力气还在，保准不让人欺负你。行了，我也该进去干活了。那婆婆你小心点吧。老来丧子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自己也是有孩子的人，带入自己的话简直不敢想象。我们走吧，小黎。小鱼姐，
你别生气啊，下次那个周氏要是再敢来，我一扫帚把他赶走。我们家小河豚该生气了，回去吃顿好的。我不生气，没必要为了那种人生气，自己气坏了身子，倒不值当的。还是小鱼姐你想的通透。哎呀，小鱼，今天生意不好吗？怎么还有2桶没卖上？婆婆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每天我们家里呢都要留出最好最肥美多汁的生蚝，给我们自己家人吃。这总不能光卖，我们一口捞不着吃吧？对，秋秋这孩子天天闹着要吃烤生蚝、蒜蓉粉丝生蚝的，今天得让孩子们吃个够。第2天的时候，林小鱼早就去了码头。你这个不孝子，我看你就巴不得让你爹去死，死在大海上，你好继承家产。爹，你不能这么说啊！那咱们家这柴米油盐酱醋茶的，哪样不花钱呢？租条船那么贵，再说奶奶也不愿意往外掏钱呢。林小鱼顺着声音看了过去，只见浑身湿透的村长和若叶村的村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他们刚被人救出来，昨天在荒岛上待了1晚上？妹子，你也听见了，儿子因为嫌贵，不想租渔船去救他老爹。我还听说这小子还急吼吼的去了官府，想给若叶村的村长注销蝴蝶呢。小鱼姐姐，他们在这里骂了半天了，你看那边有些人都在看他们笑话。不过我觉得他们活该，谁让他们欺负小鱼姐姐？小虎，你娘的病怎么了？谢谢小鱼姐姐，我娘昨天吃了你的粽子以后，直夸我懂事儿，说要来谢谢你，药也吃了，可是你娘还是起不来床。小虎，这些钱你拿着，回去给你娘找个好大夫买药治病。小虎的眼眶瞬间湿了，他接过钱，像个小大人一样的承诺：小鱼姐姐，这钱我会还给你的。我打你个忤逆的不孝子，你个王八蛋！你老爹我还没死呢，就想着去官府销户，你个王八犊子！今天我非揍死你不可！哎呦，爹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不敢了，不敢了。林小鱼见到这种情形，扑哧一声乐了出来。活该！好你个林小鱼，让你男人把我们的渔船凿漏了不说，还把我们扔在海上，谋财害命不说，现在还在这里看笑话。你们在这耍猴，还不允许我看猴戏了？林小鱼站在船板上，丝毫不慌。真是出好戏啊！村长，你们不会是刚被救回来吧？我以为你儿子昨天就带人去救你们了呢。提起这个，村长就气不打一处来。林小鱼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就要去官府告你男人吕成行杀人害命。别以为你和范县令关系好，我就告不倒你。我们等着瞧吧。去啊，你去啊！我还怕你不去范县令那里告状呢。你要去就快点去，别赖在我们船上占地方呢。这小贱人，妈的，早晚有一天收拾了他。爹，还跟不跟呢？老子的老命还要呢！你个王八犊子，不要命就跟着！妈的，这沙子怎么这么多？村长的鞋浸满了沙子，他放在木桩上磕了半天也没磕干净，一个劲儿的骂晦气。爹，真不跟了？你个小王八犊子，不想要命你就去跟，老子看你是想钱想疯了。爹，你老打我干啥呀？这不跟就不跟呗，你这打我就把我打傻了。我们家还没被人这么欺负过呢，真算了。爹，这口气你真能忍下去啊？放屁！领着咱村人去范县令那儿告状去，老子还就不信了。那范县令和小贱人有私情，咱也不怕，咱人多。在村长的眼里，人多力量大，只要他们去的人多，吆喝的声音响，就不怕他范县令敢不管。乡亲们，咱村子不能被人欺负，大家去范县令那儿告状去。村长发动其余若叶村的村民，浩浩荡荡地去了官府，击鼓鸣冤。小姨姐，今天我们的收获好多啊！正当这时，几个官府的捕快走了过来。小鱼妹子，有个事儿啊，需要你跟我们去一趟官府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小鱼姐是好人。哎呀，没什么大事，就是落叶村那帮的村民又去县府告状了。妹子，你跟我们走一趟。
把事情解释清楚就行了。你们先把这些生蚝看好了，让他们送到家里去。小鱼姐，我不走，我走了你怎么办呀？我要帮你。你先帮我把这些生蚝用到家里再说吧，有范县令在呢，还能让你小鱼姐吃亏啊。那倒也是，范县令是个好官，一向秉公办案的。我们跟着一起去，也好有个照应。范县令，您要为我做主啊！就是他指使吕成行，才把我的船给凿漏了，想谋财害命。还是一个村的呢，心思怎么能这么毒？我们都差点回不来了。幸亏我们找这个海岛爬上去，否则就得淹死在海里了。林小鱼，这件事儿是否属实？并不属实，我们出去赶海，村长就在后面跟着。我气不过，只是起了些口角而已。我想我才没做下这等事情呢。那天我们想甩掉他们，县令，你也知道，能找到一个捞生蚝的地方太难了，就他们跟在我们后面，我们心里气不过，就和他发生口角，之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。行，本官知道了。若叶村的村长，你不仅没有起到村长的职责，还诬陷别人，本官看你是讨打。村长简直要气坏了，这县令明显就是在偏袒林小鱼，向着他说话。村长，既然已经闹到范县令这里来了，不如就把你收出村费的事情咱们说道说道。你这个村长当的确实不称职，不仅不能领大家伙致富，反而又从大家伙的血汗钱里克扣，你简直就是吸人血的蚂蟥呢。这是若叶村的村民一致同意的，而且你现在都不是若叶村的村民了，你也管不着。行，我管不着，但是桂香嫂子和小寿娘都搬出了若叶村了，你收走他们的钱，这笔账怎么算呢？范子玲听闻出村费，也觉得离奇的不可思议。既然你说是若叶村村民一致同意收出村费，本官也不管你们，但是那些搬走的村民，你必须把收了的钱全都还给他们。范县令，这些钱都是他们还住在村子里的时候收的，他们也都同意呀。那还不是被你逼的？你这个小贱人，血口喷人！在公堂喧哗，若叶村村长，你是想造反吗？不，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呐。县令，村长一共收了小寿娘和李桂香几十万钱呢，今天就当着大家伙的面让他全部归还，大家也好做个见证。范子玲点点头，觉得林小月还仗义帮人说话，格外的欣赏。可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。村长还想拖延，不给钱的理由那是一套一套的。没关系，先把你关起来，你让你儿子回去拿钱，什么时候钱拿来了，什么时候再放你。村长和村长儿子都是一愣，快回家拿钱呐！这儿子是个傻的吗？范县令摆明了要护着林小鱼，他们今天算是栽了。过了大约半刻钟的功夫，爹，真要给啊？村长看见这个儿子就气不打一处来，一把夺过钱袋子，恨恨地扔给了林小鱼。钱已经还你了，这会儿可以让我们走了吧，县令。范子玲摆了摆手。村长恶狠狠地瞪了林小鱼一眼，再看到那个钱袋子的时候，一阵的肉疼。有范县令在上面压着，村长也不敢闹腾。退堂！一声呼喝之下，退堂。今天吕成行正好有事出去，听说这事之后，紧赶慢赶的，可到底还是晚了一步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关系，这点小事我能摆平的。吕兄弟来了。两人彼此行见面礼。范子玲压低着声音对林小鱼说：“以后悠着点儿，闹出人命就麻烦了，本官也护不住你的。”这话说出来，明显是和林小鱼交情斐然的样子。林小鱼根本就没想把这件事情瞒过范子玲，于是把事情的整个起因、经过和结果全部都说了出来。教训教训就算了，你心里得有数，闹大了我兜不住啊。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了，要不然小寿娘和桂香嫂子的钱也要不回来。没关系，这些都是本官该做的，而且我们不是朋友吗？好。大人，不好了，福伯吃杏仁被卡住嗓子了，你赶紧回去看看他吧。范县令脸色变了变，连寒暄都顾不上，骑着马就疾驰而去。相公，我们也去看看吧。吃杏仁卡嗓子，也不知道古代有没有大夫可以立刻把杏仁给拍出来。黑马扬起四蹄，快速奔跑，一路跟着范子玲的马来到了县
院子里躺着一个老人，老人已经脸色发白，旁边围了4、5个人，看着像是郎中，但是都毫无办法。你们是这城里最好的郎中，怎么连个杏仁都取不出来？县令大人，我们尽力了，只是这个杏仁啊卡得比较深，没法取出来呀。现在怎么办？总不能就让人这样挺着吧？再不把卡在喉咙里的杏仁取出来，今天就得驾鹤西去了。县令大人，我们什么法子都试了，喝醋也喝了大半桶了，没有用啊！所有的人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福伯，你醒醒啊！林小鱼脑中立刻闪过在现代看到过的海姆立克急救法，在现在正好派上用场。我有办法救福伯。范子玲愣愣地抬起头。小鱼妹子，我就知道你有能耐，主意多，你快救救福伯，他憋得难受啊！你先别着急，相公，你照我说的做。事不宜迟，收紧双臂，使劲压福伯的腹部。好，放松，再来一次。县令可不能这么压呀，会压出事儿的。可他心里相信林小鱼绝对不会伤害福伯的。别出声打扰到救人。就这样，循环猛烈压了几次之后，福伯忽然张大了嘴，一颗黄色的杏仁从他的嘴巴里面滚了出来。都散开，别挡着空气。福伯，你怎么样？没事了吧？子玲啊，福伯差点就见不着你了。你说我好端端的去吃什么老狮子的杏仁啊，结果差点把自己给卡死喽！哎呀，真是丢大人了。先让郎中给福伯整治，我只是让福伯把杏仁给咳出来，看福伯的样子，怕再有些别的伤呢。哦，对，几位先生，快给福伯看看。大人，福伯暂时没什么大碍了，幸亏这位先生救治的及时，否则杏仁卡入肺腑就真的来不及了。现在请您让人把福伯请到屋里去，方便我下针医治。等一下，是这位姑娘救了我吗？是小鱼妹子救了你，福伯，你才能把杏仁给咳出来。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，小鱼妹子。姑娘，我这条老命就是你救过来的，老头子现在这个样子，也没办法跟您起来道谢。等我好了以后，我再亲自登门，谢谢你。不用，福伯，您先进去诊治吧，您身体好我就放心了。救人绝对不是为了获得县令的庇护和感激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罢了。福伯被抬进去了，范子玲和林小鱼打了个招呼，也跟着走了进去。劳烦你告诉范县令，这饭我们就先不吃了，家里还有事情呢，让福伯好好休养，不用太过感激。下人有些为难，您不留下吗？不了，家里还有2个孩子和老人等着呢。说着，林小鱼便和吕成行走出了县府。骑马还是坐马车呀？你出门做生意，怎么还带了匹马回来啊？这马看着油光水滑的，应该是匹好马吧？这匹马叫贝屠宰，我看它挺好的，就买了下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小鱼妹子，你等等。福伯好些了吗？子林，你应该先去照顾福伯的，我这里不用你感谢，我们是朋友的。吕兄弟，小鱼妹子，我真的很感谢你们。说着，范子玲一拱手，对着2人深深的鞠躬作揖。不必如此。福伯是从小看到我大的长辈，和我父母亲也没什么差别。今天你们2人救了他，也就是救了我的父母，以后有什么麻烦，我必当在所不辞。你的意思我都懂，我们记下了，快进去照顾福伯吧，我和相公就不打扰了。娘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秋秋都饿了。走，先回家吃饭去。婆婆，以后我们回来的晚呢，您就带着孩子先吃，不用等我们，别把你和孩子饿坏了呢。我也这么说呢，让2个孩子先吃，可他们非要等自己的爹和娘，真是有孝心的孩子。秋秋、小李，快去洗手吃饭。以后这种情况呢，不许等爹和娘，知道吗？自己先吃饭，饿坏了怎么办呢？娘会心疼的。好。娘，您今天和爹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娘和爹啊，今天去救人了。那娘和爹救了什么人啊？这人很难救吗？
不是，娘和爹救了县令府的一个老爷爷，就以前和我们吃过年饭的那个。老爷爷吃杏仁卡到嗓子吐不出来，幸亏救得及时，要不然啊，后果非常严重的。秋秋、小李，你们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，可不能像老爷爷这样卡到嗓子了。那如果救得不及时，老爷爷会死吗？如果严重的话，会。秋秋以后一定要细嚼慢咽，慢点吃饭，绝对不会卡住嗓子。秋秋不想死。我也会的。爹爹，明天秋秋要给你一个惊喜。乖乖去睡觉，爹明天等着你的惊喜。那我走了。一大清早，是这样吗，婆婆？对，熬得要不稠不稀，这样才好喝。好的，秋秋知道了。我家秋秋给谁煮的粥啊？娘，你别和爹说，我要给他个惊喜，我要煮粥给爹喝。昨天先生讲的孝道，秋秋觉得秋秋应该为爹娘做点什么。那娘要看看你煮的什么粥了。秋秋，你做的很棒呢。实话说啊，娘都做不出这么好的粥呢。爹，这是秋秋给你煮的粥。今天秋秋起得早，熬了一早上。只给爹不给娘吗？娘也有，娘也有。这碗是娘的，这碗是婆婆的，这是哥哥的，这是秋秋的。牛婆婆被秋秋喜得合不拢嘴，一个劲儿地夸孩子懂事儿。一家人正吃饭呢，大门又响了。我来吧，小花猫，先去洗洗脸。哦。打开门之后，就看见了大包小包提着礼品的范子玲。昨天的事情不必言谢，吕兄弟客气，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。林小鱼看了这些礼品，一看就知道是人参、鹿茸等大补的东西。不行的啊，我们不能收你这么贵重的东西的。子玲，这些东西你拿回去给福伯吃吧，补补身子。老人家刚经历这样的事情呢，身体肯定弱得很。小鱼妹子，你放心，福伯现在已经没事了，好好养养就行。这些东西是专门拿给你们的，婆婆年纪也大了，也需要补养。再者说，我来的时候有人看见了，你肯定不能让我再拿回去爹这个份儿吧？大人啊，我身子骨还行。再说小鱼和她男人照顾，不用破费啊。等过几天开春了，有新鲜的货，我再给你们送过来一些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这些补品肯定是要收下的。后面的东西子林真的别送了啊，我们是朋友呢。再说救人也是做好事嘛。这样吧，这次的东西呢我就收下了，后面的东西直接换成10两银子给我吧。啊。小鱼妹子果然和寻常人不同啊。这点大人你算说对了，我家小鱼妹子就是不一般，要不怎么到县里买房子呢？小鱼妹子是我们县里脱贫致富的带头人，我这个县令还得谢谢你帮乡亲们富起来呢。古代社会就是淳朴呀，县令和百姓相处起来一点架子都没有，这要搁现代可不是这样。如果不是县令您大力支持，我根本就发展不起来呢。哎呀娘，我做的粥都凉了，我们快吃吧。对了，也给伯伯一碗。范伯伯，这是秋秋早晨起来做的粥，你尝尝好吗？去给你范伯伯拿个小勺，哪有就这么端着一大海碗让人喝的呀？对，你们大人是要用勺子喝的，我和小李不用勺子，我们直接用嘴灌。是秋秋你用嘴灌，我还是用勺子。哼，大人们都被两个孩子的童言童语给逗笑了。没什么稀奇的，我之前在村子里看到有小孩卡住了，郎中就这么干的。福伯年纪大了，身子骨这么一折腾，又得虚弱一些日子。老人家嘛，没什么大病就好，经常找个郎中开点补药，食补最重要，是药3分毒的。转瞬间快进晌午了，范子玲起身告别。别走了，正好昨天天气暖和，草头都长出来了。我和你大胖嫂子去赶集买了点草头，今天中午做个草头拌面，你们尝尝。范子玲自然是推辞。县令大人，那10两银子你还没给我呢，不准走的啊。吕兄弟，你家媳妇儿还真是财迷啊。好，那我今天就住下尝尝牛婆婆的手艺。那感情好。
用过饭食过后，范子玲怎么说也要告辞离开。在范子玲走后1个时辰之内，有仆役给林小鱼送来了10两银子。娘，好多钱啊！原来我家秋秋不仅是小馋猫，还是小财迷呢。娘，才不是呢。知道娘为什么和你范伯伯要这10两银子吗？秋秋不知道。娘和爹救了你范伯伯一个很重要的人，如果不要什么的话，你范伯伯心里肯定会一直过意不去。与其让他过意不去，不如我们简单了当的开口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乖，去睡觉吧，也不早了，明天再迟到父子该打手心了。娘，明天早点叫我。夫子的戒尺有这么长。娘，你看，就这么长。哇，这么长啊！那秋秋在私塾里乖吗？夫子喜不喜欢秋秋啊？夫子对我可好了。今天背书的时候，小龙背不出，夫子点名让秋秋背，秋秋背了好大一段呢。那告诉娘，秋秋背的是哪一段？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那秋秋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说的是有一个人，他喜欢一个人，喜欢的睡不着觉。听到女儿的解释，林小鱼竟无言以对。现在古代教育都这么早熟吗？我知道的，就像娘和爹，爹喜欢娘，娘喜欢爹，你们彼此喜欢，所以才生了秋秋和哥哥。乖，快睡觉，否则明天就真起不来了。哦，吕长祥。怎么？冷吗？2个人一个被子，额头相触，身体相贴，暧昧的气氛随着渲染开。刚才确实有点冷，不过有你在我身边，连空气都是暖的。能让夫人感到温暖，也是为夫的荣幸。好点了吗？我好喜欢你啊，吕长祥。不知不觉，自己竟然穿越过来1年多了。林小鱼不敢想象，自己如果离开了这里，这些人会有什么反应。在县衙门口的时候，我就想这么做了。哎呀，先别急，你说范县令怎么会有人参和鹿耳呢？他也仅仅是一个县令而已啊。小鱼，你想的太多了。据我了解，有一些世家子弟要想就职官员，就会外放个几年，这样也可以更好体察民情，也对将来的任职有好处。那照你这么说，范子林可能家里父母是大官呢。相公，你今天不累啊？我看你回来的时候都出了一头大汗呢，要不要好好休息休息？这毕竟是个累人的活，万一你不行。说一个男人不行，我行不行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在林小鱼的挑衅下，吕成行顺理成章地把他按倒在双方的大床上，就地正法。明天还要早起呢，还有力气说话，是为夫的错。一轮明月挂于中天，夜色朦胧，透过纱窗照亮了屋里一对交颈缠绵的恋人，彼此的身影交叠在一起，似乎永不分离。第2天的时候，我的腰啊！唉，果然是年纪大了。林小鱼感慨，以后可真是要收着点了。对，我今天正好到县里来办点事儿，正好替小鱼他娘给小鱼带个口信儿。老家新房子盖好了，让小鱼有空带着2个孩子和他男人去看看。李婶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不再坐一会儿了，李婶子。小鱼妹子，你出来的正好，还是你有福气啊！县城里有个这么大的房子，娘家又盖了个新房，我们村里人都夸你呢，简直就是老林家的福星。这里有几条咸鱼，你家老太让我带给你的，找根绳把它挂上，晚上别忘了收进屋里，当心让猫给吃了。谢谢你了，李婶子。这出去就是懂事，乡里乡亲的谢来谢去干啥？那行，口信我都收到了，我走啦。李婶子，来一趟带点东西回去吧。不说了，我还有事儿，走啦。小鱼啊，抽空回你娘家一趟吧，好久也没回去了，你娘太想你了。瞧我这记性，我都忘了，锅里还炒着菜呢，可不能给炒糊了。牛婆婆，正好今天小李和秋秋私塾不上课了，你我他们再加上小黎，咱们一起收拾收拾走吧。你和俩孩子回去就行了，我一个老太太跟着去凑什么热闹啊？平白的给人家添麻烦。这怎么能是添乱呢？我娘上次还说了，让我带你一起回去呢，和你谈谈体己的话，同年龄的才有话题聊呢。
牛婆婆干活麻利，很快就把菜给炒好了，两个孩子也很快起床。小相公呢？怎么不叫他一起回去？他昨天本来就是出去做生意的，生意还没有做完呢，因着我的事情所以才回来了。今天还要去给人家赔不是呢。嗨，日子都不好过。娘，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？今天要回你外婆家了。现在就回去吗？对，吃完饭呀，我们就坐马车回去。哇，要去外婆家！上次外婆家蒸的咸鱼，秋秋觉得可好吃了，简直要香掉鼻子。不过要喝好多水。馋吗？这次外婆还给我们送了几条咸鱼，就在外面挂着呢。快收拾东西走了，别和上次一样啊，让全家人都等你呢。上次，这次我绝对不了，娘，我长大了，懂事了，不抱娃娃了。小鱼姐，你看这些行李够吗？还需不需要再拿点东西了？你这个丫头倒是细心，没有什么可拿的了。这好不容易回家一趟，小鱼你不能空着手回去，平白的让乡亲们笑，不如就把昨天范县里带来的人参和鹿茸带回去，给你娘家人尝尝。哪里需要这么多呀？带一半就可以了。外婆肯定做了好吃的给秋秋。去了之后应该叫什么？还记得吗？秋秋，娘上次告诉你的话要怎么说来着？记得，娘说对待长辈要有礼貌，见面要先打招呼，不能不说话，不能任性。娘，我也记得。小鱼，还是你会教育孩子，这俩小娃都懂事听话的很，比外面那些孩子好养活多了。一家子几口人来的时候，筵席正好开席，一堆乌泱泱的人挤在一起，喧哗得很，热闹翻天。娘，这里好热闹啊！走，我们进去。娘，二哥，你们快来看看，谁回来了？咋？二强，妹妹和外甥回来了，快叫娘出来。二嫂，你现在呀可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，可不能乱跑的。就是，这女生怀孕了就得好好养着，别干重活，别操心，将来只能是个大胖小子。哎呀，哪里就来的那么金贵了？郎中说了，不能光躺着的，也让我出来活动活动的，晒晒太阳是对孩子好呢。小鱼，哎呀，回来就好啊！今天收拾收拾，你们都住下。妹子，你这气色看起来挺好啊。妹子，你也不错。外婆好。哎，好，有你们两个在，外婆肯定好。谢谢外婆，汤太粘了，把秋秋牙齿都要粘住了。外面的筵席在开桌，家里一家人又摆了一桌，泾渭分明。小李和秋秋跟外婆走，咱们进去吃。小鱼妹子，你回家也没报个信，我们好去村头接你们呀。来就来嘛，回自己娘家还提什么东西？别把两个孩子给累着了。娘，这东西您拿着，给咱们自家人吃的，滋补着呢。哎呦，你这娃子，好家伙，娘刚才看见了啊，那白乎乎还带着一堆白须子的，怕不是人参吧？哎，还有那个叫啥啊？对，鹿茸。哎呦，鹿茸啊，破费这钱做什么呀？娘这里啥都不缺。娘，这些东西可不能让别人听着，小心他们来偷。就是，快点带回去啊！没有破费，这个不花钱，我帮了范县令一个忙，他送来的。妹子，还是你有本事，和县令都能攀上关系。外婆，您就收下吧，我们快点吃饭，秋秋的肚子都要被饿扁了。好，快点吃东西吧，别把我们的小秋秋给饿坏喽。一家人围坐在一个桌子上，热热闹闹的，好不融洽。哎，大家伙快去看看呐！陶家跑来的闺女被抓回来了，我看到五花大绑，额头都被打破了，听说要沉塘呢。李小鱼想起来了，以前村里的媒婆给自己二哥二强介绍的相亲对象就是陶家闺女。呵，在哪儿呢？我也去看热闹去。我说就是活该，当初闹的那事儿谁不知道？村里人本来就穷，彩礼有个差不多就行了。那老陶家还跟人家要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，这谁娶得起呀？走，看热闹去。走，二强，咱们去看看那贱人什么下场。当初做那么过分的事情，现在得到报应了吧？哼！你爱去凑热闹就去凑，拉我做什么？我不去。不去就不去嘛，真是的，发什么火啊？我也是好心提醒你去看看。那个女人啊，当时还要了你们一半的生意呢，真是好心当成了鱼竿费。
我和我二哥和二嫂过得好好的呢，看那老史子讨小慧做什么？平白得了晦气。那好事的泥瓦匠不由得缩了缩脖子，跑了。就知道二柱子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之前还喜欢过陶小慧呢。这是没得到人，陶小慧又跟人跑了，上你这儿撒气来了。还算他跑得快，否则呀，我也要拿棍子把他扫出去。二强，我们都知道你是好人，别跟那帮人一般的计较。二嫂没事的，他陶小慧早就和我们家没有关系了。我看哪个还敢过来攀扯你和二哥，看我不骂死他们。小鱼妹子，有你在，我这心里也安定的很。现在嫂子呢，只希望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，别的也不多想了。就是二嫂，你别多想了，有我二哥和我们家人在呢，谁敢来欺负你，我们一家人用扫把把他扫出去。结果到了下午，一帮子人乌泱泱的挤进了林家。哎呦，我的闺女那个惨的哟！二强啊，老婆子在这里求你了，就娶了小慧吧，哪怕是当个妾也行啊。到时候摆在家里头，让她做牛做马，或者是打发了都行，否则我家小慧就要被沉塘了呢。林小鱼听到沉塘的时候，心沉了沉，但是这种同情一闪而过，这些都是陶家人咎由自取，也怨不得别人。我家小慧命苦啊，命苦不苦我不知道，你们陶家人自去哭陶小慧，来我家闹什么？你个外嫁女，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不是林二强的话，我家妹子就不会私奔了。现在你们必须负起责任来。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你们陶家这么不要脸的。当初你家的事情乡里乡亲知道的一清二楚，居然还在这里红口白牙的说呢，你们怎么好意思的？林小鱼简直都被气笑了，他还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是我们家不对，是我们家不对呀！现在只求你老二娶了小慧，这是活生生的一条人命啊！是啊，二强，不过就是当个妾，娶了就当救条命呗，做好事了，让他在家里当个壮劳力也行啊。实在看不惯，直接赶走也行，好歹得先让人活下来呀。要娶你们娶回去，我不会娶她的。潘香草护着自己的肚子，默默地流着眼泪。一转眼，潘香草眼眶红红的转身冲回里屋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林小鱼一股火就冲上了脑门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事都是陶小慧自己的选择呢，怪不得旁人。要沉塘就沉塘去，和我们有个屁关系啊！滚滚滚！你们的心怎么就那么狠呢？我家丫头被陈塘死了，你们就高兴了是吧？你家大嫂二嫂都怀着崽子呢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你家如果不娶了我家小慧，就是丧良心，孩子也生不出来的，生出来也是个讨债鬼。这话骂的算是极其难听了。你们怎么不去死呀？你家闺女陈塘，我告诉你，死老头子，死老太婆，你们如果是真的珍惜你家闺女，就该陪他们一起去死呢。他妈的，别上我们家门口舔着脸放屁呢。林二强脸色黑沉黑沉的，此时场面已经闹开了。林小玉拿起墙角的一个铁棍子，冲着陶老太和陶老头就打了过去。滚滚滚，滚出我们林家！老头老太太也怕棍子打到自己身上，边指着林小鱼骂，边跑得老远。二强，你快去看看妹子吧，别让人伤着了。妹子是我的大恩人，可不能出事呀。陶家真是把你当冤大头了，就他家这闺女，10里8村的还有人敢要吗？愿意给谁就给谁，和我们家可没关系。瞧你家女婿多好啊，这闺女能挣钱，女婿还在你家帮忙干活，这是在坐板凳吧？我女婿也能挣钱呢，我闺女说了，他们在县城买房那个钱就是我女婿赚回来的。邻居大娘没想到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去了，只能讪讪一笑。沉塘了，沉塘了！隔壁村陶家那个不守妇道的闺女要沉塘了，大家都快去瞧瞧这热闹啊！林小鱼本来是在屋里帮忙做饼子的，听到吆喝声也出来了。小妹，你要去瞧瞧吗？哎呀，去瞧什么瞧啊！你这肚子里头揣着一个呢。陈塘那是要人命的事儿，咱不去啊！给肚子里孩子积点福。季春桃乍一听林大强的话，觉得还是有些道理的。那算了，我不去了。大嫂就跟我一道在家吧，正好我们做个伴。
这陈塘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陈塘就是把人放在猪笼里，然后在猪笼里绑着大石头，然后丢到河塘里面。有这石头在猪笼里，人就算是死透了，也不会浮到水面上来的。然后尸体也被鱼一点一点的啃食掉，都没法入土为安呐。他越说，听的人就越觉得毛骨悚然。又不让我去看，还说的那么瘆人，我和二弟妹还是少听一些比较好。要不我们去瞧瞧吧？我陪你去吧。林小鱼点了点头。呀，这不是那个林家闺女吗？据说呀，就是林家不愿意纳陶小慧当妾，这女人名声也毁了，只能去陈塘了。好歹也是一条人命啊，又不要他们家的钱，咋就不纳了呢？可不是，好歹拿回来给家里割猪草喂猪也行。几位大姐大娘，你们既然那么乐意的话，就让你们家的男人将陶小慧给纳了呗，刚好还有人帮你丈夫暖被窝呢，还有人叫你姐姐，这日子呀也舒坦着呢。纳不纳妾本来就是你哥哥的事情，和你一个外家女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，陶小慧这要不是和你哥哥相亲不成功，能走上这条不归路吗？我看你们就是黑心，这是一条人命啊！按你这说法，和陶小慧相看过的人也不止我哥哥一个吧？那现在你还看着陶小慧呢？等一下她就要陈塘死了呢，那是不是也是你克的她呀？这话把那个妇人气得嘴皮子都哆嗦了。你知道陶家狮子大开口开得多大吗？要人家一半的生意呢。他的娘的是镶金的吧？这么贵，谁愿意娶呀？可不是嘛，那小鱼本来就没错，他咋不能管了？没他这个外嫁女，他娘家也不能变得这么好啊，对吧？我们还巴不得有这么个外嫁女来管我们呢。可不是嘛，其他孙子不会说话，你们就少说几句，回家吃馍馍去呗。这三个妇人就灰溜溜地走开了，不知道是走了还是躲在哪里瞧，反正也不熟，也不跟他们做亲戚，只是平白的不能受了这一些闲杂人等的气。嘿嘿，人来了，人来了！林小鱼只见人群让开了一条道，几个壮年抬着一个猪笼就过来了，但是猪笼里面装的可不是白猪，而是个活生生的人。陶小慧在猪笼里一脸的灰败之色，像是认命了一般。这陶老头和陶老太呀，真不是个东西呢。这闺女都要死了，好衣裳也不给她穿一件的。嘘，人家在那站着呢，咱们说的轻一些。这不是好衣裳给她穿了也喂鱼了吗？这两口子精得很。我听说陈塘还是他俩同意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众人错愕，是由陶小慧他们村的村长出来说几句。这陶家的闺女儿不日前犯下了错事儿，这事情严重到旁的村子都会看清我们秋红坳的村民风气。发生了这样的事儿，我们也是多方协商下决定将其陈塘，以儆效尤。也向所有人表示，陶小慧的事儿只是她自己不要这脸皮子，我们秋红坳还有更多的闺女儿都是又勤劳又懂事又贤惠的。对，村长英明。这时噼噼啪啪地响起了一阵掌声。林小鱼清冷的眸光扫过去，不过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保全全村的名声，真是一个可笑的行为。好了，陈塘。此时几个壮汉举起那个猪笼就要往水下扔。等一下！伴随着一声高声的叫唤，人群分开。陶小慧此时也睁开眼，瞧到了一个她没有想到过的人，林小鱼。陶小慧私奔不是2个人吗？这陈塘的怎么只能成1个人呢？陶小慧绝望地闭上眼，原来林小鱼并不是来帮她的，只是来看热闹的。是啊，不都说进猪笼也是2个人的吗？咋这次就陶家闺女1个人？这陶老头、陶老太太都没事吗？就是，哎，和他私奔的人呢？秋红坳的村长也被问住了，这是陶家和另外一家商议的结果，他也收了一些好处，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是我们村里的私事儿，你既然是外村人，就不要瞎干预了。继续陈塘仪式。且慢！
林小鱼又喊：“村长刚才那一番话说的是慷慨激昂的，既然陈塘是为了邱红傲的脸面，也是给外村人看看的，那我这个外村人有疑惑，怎么就不能问问了呢？”行，是女方爹娘不追究，所以就陈塘一人。在一旁看着的陶老头和陶老太就眨巴了一下眼，这把火咋就又烧到他们身上了呢？陈塘，管他什么东西！我们没把闺女叫好，我们愿意把她这条命还给老天爷。我说住手！首先，陈塘就陈女方一人，男方连人是谁都不知道，这是你们处事不公。其次，你们问过他为什么要私奔吗？在场的大姐、大妹子、大婶、大娘，大家都是女人，你们说说，要是你们被许给50岁的男人，就为了换彩礼的话，你甘心吗？你们在场的女人会不会给自己争取一条活路呢？这一番言论一出，在场的女人们都噤声了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林小鱼，你懂个屁！我们把闺女嫁过去是为了享福的，这是我们当父母的一颗爱女之心。林小鱼鄙夷地看了陶老头一眼，这一眼看得陶老头心惊肉跳，他至今还记得在县衙里打的30个大板子呢。享福？享什么福？他是土老头子钱多死得早，还是土老头子不洗澡啊？如果真如你们所说，这是一桩好亲事，他何必私奔？陶老太说：“那就是他的命，我们家的闲事你能不能不要管呢？他不去死的话，我们陶家的名声就毁完了。我以后的孙子还要娶媳妇呢，孙女还要嫁人的呢，咋能因为他我们一家子就不过活了？你就别掺和了呗，你不是也讨厌小慧的吗？”这话都带了一点恳求的意味了。林小鱼看着陶老头和陶老太这2个狠心的爹娘，更觉得上一个女人死于如此一件不公的事，真是极为惋惜。这样吧，陶小慧损坏了邱红傲的名声，我出2两银子，替你们村里修建祠堂，就当是弥补了，你们就饶过他一命吧。林小鱼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大家都只以为他是过来瞧热闹的，毕竟他和陶家是有过节的。你们林家既然觉得亏欠我家女儿，只要你给我10两银子，我们就放过这个不孝女一命。我为什么要给你啊？因为我们是这个不孝女的爹娘啊！若是我们不乐意把她陈塘，村长他们也没法子。陶老头太迫切地想得到这10两银子了，口不择言。这话你不都说了吗？那男方都没陈塘呢，凭啥让我闺女陈塘啊？这不合理的。怎么村里的规矩就跟儿戏一般？你们说陈塘就陈塘，你们说不陈塘就不陈塘。村长因为陶家2口子没把自己看在眼里，都气冲天灵盖了。这2两银子我只肯给邱红傲修缮祠堂，这就当是陶小慧私奔给弥补邱红傲的补偿吧。至于你们2人，难道没有听说过子不教父之过，女不教也是你们的过错？你们还想要钱？有脸吗？就是，没见过哪个当爹当娘的让闺女儿去死的。人家林小鱼心善救他闺女一命，他们反倒还要讹10两银子，可真是笑死人了。要是我，就让他们闺女去死呗，反正跟我没有干系。林小鱼听着大家的话，看来公道自在人心。这几个村里的人好歹不像他们若叶村的人一般都得了红眼病。陶小慧在猪笼里也回过神了，她现在清晰地认识到，想要救她的人是林小鱼，而想让她死的人是她的爹娘。村长，我赞同林小鱼的建议，和我一起私奔的人是邱天傲的葛小明。我虽然是做错了，但是我勤俭持家，也做好我的分内之事了。是葛小明他吃不了苦，他平日里一直上血堂，20多岁了，连个童生都不是，还嫌弃和我在一起我做了饭不好吃，平日里没有给他穿衣，所以他才拉着我回村的。他害了我，凭什么让我一个人进猪笼？陶小慧的话马上就引起了一个妇人的强烈反对。这个人就是葛小明的娘。
他本来是来瞧一瞧陶小慧死了没，他要是被沉塘了，那这事儿就过去了，到时候也死无对证。至于知情的陶老头和陶老太，他早就塞了10两银子，谁曾想到这时候还杀出了林小鱼这么一个大变故。别听他胡说，好好的攀咬我儿子干什么？我家明儿以后可是要考状元的人，怎么可能会跟你私奔？难怪这2个多月都没瞧见过葛小明。你放屁！放你那臭狗屁！我儿子也是去求学去了。哎，我好像在他们私奔的那天，在县城遇到了陶小慧和他私奔的那个人呢。现在想起来，倒是和葛小明的身形很像呢。原来是他呀！那书呆子没想到本事这么好，一个大闺女都愿意和他私奔啊！就是，这要陈塘就2个人一起，要我说啊，就该如此。你们别污蔑我儿子，我儿子可是要考状元的人，你们别毁了我儿子的名声，都是这个贱女人让他陈塘啊！村长知道陶小慧是与人私奔的，但是不知道她是和谁私奔，而且又被陶老太、陶老头送了一点礼，让他给陶小慧陈塘。没想到真相竟然是如此。陶老头和陶老太当时说的还煞有其事，说让闺女保留好一点的名声，就给她陈塘算了。原来真正的目的是遮丑。既然也知道姘夫是谁了，要不就一起陈塘，要不就按我说的法子来，我给2两银子，陶小慧给放了。好，咱们秋红村的村民说说吧，选哪个法子？村长，咱们就修缮祠堂吧，这是给祖宗做实事儿。我也觉得，饶了陶小慧一命吧，谁也不想嫁给50岁的老头子呀。是呀，反正2个陈塘，葛老太肯定不愿意的。我儿子是我怀的10个月生下来的宝贝疙瘩，凭什么要我儿子死？绝不可能！都是爹娘生的，父母养的，人和人之间就是有这么多的不同。葛小明是他娘的宝，而自己的命就如同草芥一般。村长，我知道错了，村长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这次要是饶过我，我绝对会离开村里，保证不会影响村里的名声。要不这事儿就算了，但是替我们修缮祠堂的钱，村长自然也是愿意给自己祖宗谋福利的，而且这是林小鱼提的头。林小鱼就毫不含糊地把2两银子放在了村长手上，然后村长一挥手，扶着猪笼的壮汉就准备打开猪笼，将陶小慧给放出来。老子自己生的闺女，我不想让她活，她就不能活着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哼！陶老头惨叫一声，他已经被吕成行一脚踢飞，而吕成行已经抓住了猪笼，猪笼才没有被他踢到池塘里，正悬空被吕成行提着。陶小慧出了猪笼，还心有余悸地看着自己的爹娘。爹，我知道你收了葛老太的银子，但是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就一点活路都不给我吗？难不成我是娘和别人生的吗？你别胡说，等下我去告你啊！我儿子可是要考状元的人。你去告呗。葛小明胸口有一颗痣，如果和我私奔的人不是他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天天说你儿子要考状元，4书5经他都没看全，3字经都背得磕磕巴巴的，就这样的人要是能考状元，我把你家每一块砖头都吃了。还有，我找他私奔，充其量是看他比50岁的老头好一些罢了，要不然谁稀罕一个又懒又馋又色的蠢货？你！葛老太几乎要被陶小慧气得肺都炸了。还钱！现在人不成堂，各种诋毁我家明儿，你就该把10两银子还给我。什么10两银子呀？我不知道呢。你不是和我说好的，你闺女做了丑事陈塘，这事旁人不知道，我就给你10两银子。但是现在人没事儿，我儿子名声也毁了，这钱你何该还我？你咋不说你儿子还白用了我闺女2个月呢？哎呦喂，没有天理啊，这么骗钱！林小鱼看着鸡飞狗跳的场面都要鼓掌了，主要是陶老头和陶老太真是牛叉啊，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没有银子重要。
行了，今天的事儿就到此为止。陶小慧，你记得，过几日离开我们秋红坳。还有葛家和陶家的钱财纠纷，你们自己回去处理。大家都散了吧。只见陶小慧膝盖一软，扑通一声就跪倒在了村长的面前。还请村长，还有各位村民见证，我陶小慧这条命，也算是还给爹娘了。要不是林小鱼保我，我早就死了。我今天要和父母断绝关系，以后生老病死各不相干。陶老头、陶老太听了自家闺女说的这话，气得牙疼，这可是丢脸丢大发了。你胆子肥了是吧？啊，你还觉得你名声很好听是不是？还跟我们断绝关系呢？跟回去，老子不揍死你！陶小慧推开陶老太的手，跪下冲着他们咚咚咚地磕了3个响头。我还有话要和你们说，能不能跟你们一起走回去先？行，你倒是个聪明的。要不是有吕成行在，陶老头和陶老太估计会冲上来把陶小慧给撕了。在稻田的一侧，陶小慧见也没有什么人了，就扑通一声给林小鱼跪下了。他还没开口，给我二哥做妾不行，给我相公以身相许也不行。我救你呢，只是觉得你这样死了怪委屈的，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你或者怎么样。我们林家也不想跟你们陶家有什么干系了。我懂，那2两银子算是我借你的，有朝一日，我要是有能力的话，我一定千百倍偿还。林小鱼轻轻地嗯了一声，显然也没有把这个当回事儿。我真的可以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知道了，你走吧。林小鱼说着，就拉起吕成行的手往家里的方向走去。走了几步，他又想起来一事。我劝你还是赶快离开村子吧，等你家人找到你，可能你这辈子还是要玩完了，懂了吗？他本来想等林小鱼走了他再走的，但是听林小鱼这么说，他也觉得没有时间去耽搁了，马上看了一眼林小鱼，扭头就走。他正快步走着，突然听到了个熟悉的声音。林家在那个方向，他跟着林小鱼回去了，肯定是走这条路，咱们给他撵上。这声音正是陶家大儿子陶老大的声音。娘生他一点用都没有，做了这样的丑事儿还敢断亲，赶紧把他抓回来，卖到人牙子手里，好歹还能卖个10两银子呢。大哥，到时候咱们俩对半分呐。这葛老太那钱也不能还他，还有那个老头子的彩礼，天天过来讨要，烦死个人了。虽然早就明白了自己在家人眼里就像是工具一样，但是眼泪还是控制不住的流淌着，他连大声哭泣都不敢，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。其实卖妓院里去还能多点钱，能有15两银子就卖妓院里去。陶小慧的心凉得和冬天的冰块一般了，这一家子都是白眼狼。林家，弟妹，你说我们都爱吃酸的，都说酸儿辣女，你说这次咱们会不会一炮双响，给老林家6添2个男娃？希望如此吧。王大娘、刘婶子，你们都开完热闹回家了吗？哎，回家呢，还得做饭去呢。你们家小鱼真的是好厉害呀，有一副好心肠啊！要不是他，今天的陶家的闺女还真得沉塘啊！就是，他肯花钱救她，真是菩萨心肠。不过这几个大娘也是急着要回家，说了几句就没有再多说了。二弟妹，你说会不会小鱼真的给二弟纳了一个妾啊？这话说出来，他就担忧地看着潘香草。将心比心，林大强要是纳妾，他就要跟他和离，肚子里这娃他也不生了。我相信小妹不是这样的，若是真想给二哥纳妾的话，一开始他就答应了，所以我们还是不要猜想才是。季春桃也点了点头，这个小姑子做的事儿都是被人称颂的。回来了，没带陶家那闺女，二弟妹你可以安心了。大嫂，我相信小妹的。大嫂、二嫂，我脸上可有东西？没东西，小妹2个孩子都这么大了，出去瞧着都爱和那黄花闺女一样的。
嫂子真是好羡慕你这水灵灵的肌肤啊。看着大嫂这张甜嘴，林小鱼略有些无奈的一笑。我们正听人说你救了陶小慧那事儿呢。二嫂，你放心，我们都处理好了。哎呀，我就知道你当娘了也闲不住，替别人操心去了。林小鱼看到林老太那张担忧的脸，心里也发笑。得了，今日要是不说清楚呀，自己娘今儿个都不会准许自己坐下来吃饭了吧？娘，咱们也是女人，陶小慧也是。虽然我讨厌她，但也不能看着她活生生被陈塘吧，所以我就多说了几句，亲昵地把在池塘边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。说到和陶小慧私奔的拼夫竟然是葛书呆子的时候，一个个都愣了。这葛书呆子有啥好？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的，就是认识几个字罢了。现在我们家都认识数呢，出去做生意才不会被人给骗了。所以说她惨呢，宁愿和葛小明私奔啊，也不愿意嫁给一个50岁的老头子。而那陶老头和陶老太也是收了葛老太的银子，让自己闺女去死呢。所以我最后是瞧不下去，愿意出2两银子替邱洪傲修缮祠堂，让他们村里人放过陶小慧一次。2两银子？他点了点头，承认。小妹，我看你是糊涂了吧？咱们家和那陶家早就是结了仇的，那陶老头、陶老太、陶家的上上下下都恨不得把你扒皮抽骨吃血喝肉的，你还要花钱去救他们的闺女，不是脑子被驴给踢了吧？季春桃口无遮拦，然后说了倒是爽了，但是话音落地，他就知道自己说错了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就是觉得不值当，小妹你可别怨我啊，嫂子就是嘴快。知道自己嘴快，你下次就慢点说，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你不知道啊？季春桃讪讪地低头，她这么说小姑子确实不该。没事，就当积德了，给咱们家求个福报，老天爷长着眼呢，到时候会保佑咱们一大家子的，也保佑2个嫂子生产顺顺利利的。是，小妹说的在理。不过这陶小慧没有粘上他们家吧？没有，她跟陶家父母断了亲，现在估计已经离开村子，开始新的生活了。反正我救了她一次，也救不了她一辈子，往后的人生要怎么过，就得看她自己了。闺女说的对，咱们就当这钱积德了。走，灶房里烙了肉馅饼，趁热快点来吃。好，2个嫂子也一起吧，不能让肚子里的小娃娃饿着呢。小黎，你来我娘家每日忙得和陀螺一样，以后可别这么忙了，要不然我就不带你来这儿了。小姨姐，这不是大娘不愿意买下人吗？你又心疼她，我就想着我来了能帮她干一点活，这样她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傻丫头，那都你来，你不得累死啊？以后干一干歇一歇，要不然我不带你来了。我感觉我比好多人都幸福了。怎么突然有这样的感慨呀？那个陶小慧的爹娘和我爹娘一样，小玉姐，要不是我遇上你，你说我的结局会不会也是陈塘呢？人要往前看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以后咱们过的呀都是好日子呢。林小鱼笑眯眯地说。赶紧去歇歇，今晚和你牛婆婆一起睡。小玉姐，我给你去打洗脚水吧。我总想着为你多做一点事儿，要不然我没法报答你。现在我能吃饱饭，不用挨打，我真的很幸福很幸福了。行，你去吧。你给小鱼打的洗脚水？牛婆婆皱着一张脸，一副不大高兴的样子。对啊。你这傻丫头，这给小鱼倒洗脚水本来就是阿行的事儿，你抢着干了，你让阿行干啥？小鱼姐真幸福啊，有一个这么疼爱她的男人。笑死我了！你轻点，你会不会洗脚？第2日一早，林小鱼闻着香味儿就起来了。小妹起来了，昨夜里可替你消了好一阵呢，你们夫妻好恩爱啊。林小鱼挠了挠脸，这大嫂倒是惯会揭人短，她只好把昨日的事拿出来再说。大哥，你也悠着点，大嫂都怀孕了，别和大嫂打架了，被小满看到也不好。
林大强差点被豆浆给呛到。大家不好，大家不好，姑姑说的对，对。你看你咋当娘的？孩子们也都不管管，就自己一个人来吃饭啦？外婆，我们已经会自己穿衣洗漱吃饭了。不怪娘。林老太抿了抿唇，自己生的这闺女啊，到底是有啥魔力呢？怎么这到哪儿都被人护着呀？连这么点儿大的孩子都知道护娘了。爹娘，明儿个就是元宵了，要不你们也来县城里过吧？我听邻居说，县城里的元宵节还有灯会呢，还有漂亮的花灯。家里盖了房子，钱都花了，你4个哥哥要赶着这功夫好好赚钱才是。老3、老4都还没有媳妇儿呢。小妹，你去吧，我们就不去了。等家里日子更好过一些了，我们哪日休息都行。2个嫂子怎么说？我还是不去了吧，花灯节人很多呢，我一个有身孕的人，还是不去凑热闹了，还是在家里待着，来年再去。季春桃被潘香草这么一说，她本来想去的心思也歇下了。这玩儿还是没有肚子里的娃娃重要的。林小鱼略微有些失落，这么瞧起来，娘家没有一个要来过元宵节的。花灯，开花灯，小满要看。大嫂，要不小满就给我带回去住几天呗，你看怎么样？季春桃略有些犹豫。小满，你愿意跟你姑姑去不？我要去。小满去了城里，不许哭闹的，要不然给小姑添麻烦，回来娘打你屁股了。娘坏。林小鱼摸摸小满的脑袋，哭笑不得。吃完早饭又玩了小半日，等到午饭后，林小鱼一家子收拾了收拾，就坐着马车出门了。到了夜里，小满撅着小嘴儿，有点想娘了。小满想娘了是吗？等明儿个呀，小姑就带你去上街买好吃的去，什么糖人啊、冰糖葫芦呀，还有炸肉肉啊、汤圆、元宵什么的，还有花灯、小狗、小猫、小兔子的。咂巴着嘴儿听着，有这么多好吃的呢，还一点也不想娘了。小姑睡觉，秋秋姐姐不行。小李，你说说为什么不行啊？因为男女有别，小满不能和妹妹睡。林小鱼忍不住笑出声，小满这么点儿大的孩子就扯上男女有别了。小满不行，那你和秋秋咋睡一个屋啊？我是秋秋的哥哥，秋秋和小满是表姐弟，表姐弟可是能成亲的，所以小时候也不能让他们睡一块儿，这也是为了妹妹的清白。知道不？男女有别，你只能和姑姑和姑父睡了。你们晚上会和爹娘一样打架吗？小满一脸的懵懂，林小鱼无语。转眼就到了元宵佳节，几家村子里张灯结彩，好不热闹。正好从娘家那里带来了几挂咸鱼，邻里间的都帮了不少忙呢。你把这些香肠和咸鱼给他们几家都送过去，也好联络感情。好，走，带你们去逛集市去。你们年轻人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我在家里和小丽收拾东西，你们快出去逛吧。行。姑姑，我们什么时候走啊？小满等着急了啦。秋秋也着急了，我们走吗？冷不冷？娘，我不冷。糖人儿，卖糖人儿喽！娘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小馋猫秋秋怎么能放过这上好的机会啊？他直接拉着林小鱼去了卖糖人的摊子。那摊主一看林小鱼，一个女人带着3个孩子，像是看到了几袋子钱那么高兴。小嫂子带孩子出来玩啊？哎呦，你可有福了，儿女双全，3个孩子呢。要不要给孩子买一串糖人儿？握在手里，既能看也能吃，多好玩啊！满足孩子一个心意吧，正好是元宵节。我要这个，这个做的好香啊！我要这个。那小满喜欢什么样的？姑姑给你买好不好？姑姑，我能不能要一个小猴子？你要说我活泼的，
像一只小皮猴。那小李想要什么的？娘，我什么都不要，你给小满和秋秋买就好了，真的，我不要。今天过元宵节呢，就当满足娘了，好不好？小李选一个吧。能不能做我们3个人和娘的小糖人儿？林小鱼心里赞叹，还得是我儿子，这想法就是别出心裁。小公子放心，这我也能做得出来。不过，你尽管做出来，多少钱都可以的。今天元宵节，就是为了买孩子们一个开心呢。您放心，还没有我唐仁章做不出来的东西。哇，好厉害啊，娘！这蝴蝶真漂亮。姑姑，你看，这个小猴像小马吗？像吗？像极了。小李的嘴角也扯起一丝微笑，真的好像啊。那它和我好像，我要是把小猴子吃了，不就相当于把自己吃了吗？先生说过，吃了糖会变聪明，会长高。小满，你想长高吗？想。那就把这个给吃干净，下一年就会长高变聪明。